大家好，我是吴明老师，感谢您观看本集节目。前一集的最后，吴明的师父说，论盘应先看四化相义，不然犹如瞎子摸象，找不到方向。所以这集我们就来聊聊命盘四化相义的重要性。上官入纪是紫微斗数论事的关键，毕竟入因纪果，入始纪终。入大多不用太担心，但有纪也不用太过气馁。所谓单纪红尘俗事，双纪为病，三纪为破，四纪为败等等，所以要上官入纪，再去理事情的方向，想出处理的方法，才是论盘的重点。如果只看同宫有哪些星，就开始判断事情的方向跟严重性，就好像看到黑影就开枪一样，但事情根本就不关这一宫位的事情，因为如果没有四化相义，无因无果，如何来论事理的方向？当然有可能从别宫入转纪回到这一宫，就可以将此宫位纳入论事的方向，但如果从此宫出发，那犹如无头苍蝇一样，完全找不到重点，就无法想出处理的方法了。还有入就是入，纪就是纪，别混在一起论命，应该两方都看，并且来看出吉凶。上官入纪是要大家只要专心只看入或纪的走向，而不要同宫有入有纪直接相加减，就觉得没事了，甚至把全科又纳进来抵消纪的冲击，那真的这个论盘完全是无法知道前因后果的论盘，反倒是比较像是胡说八道了，这样无法解决问事者的问题。实际上入全科纪应该这样用，论吉者入全为用，科为辅；论凶者专以化忌为用，才是正确的方法。而科能缓忌而非解忌，一科一忌同宫，事情将拖拖拉拉；二科一忌同宫，则坏事有气也无力。有些书标榜可以解忌，其实反而误导了真正理事情的方向了。因为大多数人对字画忌比较不了解，所以吴明老师特别将其整理出来，让大家明了字画忌的真正意义。如某宫做生年忌，又逢本宫字画忌，则此生年忌力将被字画忌出所消耗，有凶也少凶。如某宫双忌逢本宫字画忌出，事情将反复的发生，生病就反复生病，事情就反复的出现，但还是能有解决的一天。如某宫做三忌，又逢本宫字画忌出，则事情将苦无对策，且烦乱焦灼，停滞后又再一次发生。如果格局不优，则事情将很难收拾。如某宫做四忌，又逢本宫字画忌出，将事尽人亡，无法解决或玉石俱焚。命盘12宫多逢字画忌出者，必然格局有损。此命盘主人性格容易少方向、少耐性、少坚持、少城府，不冷静、短思、大而化之，而让许多事情半途而废，许多机会也将擦身而过。以健康为例，设吉二会一忌及逢本宫字画忌出为小病一桩，稍作调试即愈。吉二会两忌逢本宫字画忌出为中病一桩，看医生服药后痊愈。吉二会三忌逢本宫计划忌出为大病一桩，急诊看医生、住院打针，甚至手术切除，服药一段时间后痊愈。
及2会试剂逢本宫自化剂出，为病情危急，非住进加护病房，即转往太平间。对于四化象益的用法，我们先说明到这，因为吴明老师主要是挑重点来解释大家的疑惑。一般鹿泉科技的用法，相信各门派的书或老师都已经说明得很清楚了。如果你还有其他疑问需要吴明老师来说明的，请留言让我知道，我会再开一集影片替大家解惑。大家好，我是吴明老师，感谢您观看本集节目。之前我们影片有聊到详解自化剂的意义及用法，有很多支持吴明老师频道的朋友们一直希望吴明老师能再多说说自化在论盘时的用法及诀窍。这集我们就继续来聊聊紫微斗数四化星做工自化时的相关含义。前2集我们详述了紫微斗数命盘12宫各宫位的相关含义，相信大家对于紫微斗数命盘12宫有更深入的了解。这样来详解自化在紫微斗数命盘12宫，大家就能比较清楚及明了。而所谓紫微斗数命盘12宫的自化，指的是此禄权科忌四化星并无转化或化出到其他宫位，而是此四化星在本宫就消散终止，即属于所谓的四化星自化的现象。而自化代表气中断、无所谓、不扎实、能量容易消散的意思。自化又依禄、权、科、忌分为4种状况。自化禄的含义为看起来很友善，对那个宫位有天真的想法，不设防，容易被其他宫的忌进来劫走，造成我被骗，人财两失。自化权的含义为强势、有能力，看起来挺唬人的，但一会儿就过去了，结果是纸老虎一只。自化科的含义为看起来文质彬彬，但也斯文讲理。自化忌的含义为看起来无原则，反反复复，容易中断和消散，有留不住的意思。此自化忌之宫会反过来吸收飞来的禄，飞入自化忌之宫，就是飞出禄之宫加倍的损失。这里说明一下，所谓的坐宫指的就是坐落在命盘12宫的任意宫，而生年四化星指的是生年天干画出的禄、权、科、忌四化星。接下来吴明老师就来谈谈紫微斗数命盘生年四化坐宫与自化的状况。如生年化禄坐宫逢自化，本宫坐生年禄又逢自化禄，乃同类自化相抵消，为不加珍惜之意。化禄无用，钱进来又轻松花掉。本宫坐生年禄又逢自化权，乃有福而更加求福，比较敢用，有得用，自化的效果则到对宫去了。本宫坐生年禄又逢自化科，赚钱本轻松，自化科乃为轻松赚钱，科自化效果到对宫，表节制也有得用。本宫坐生年禄又逢自化忌，赚钱本容易，自化忌变成要付出更大的心力，结果还是赚不到钱。禄逢自化忌其实是足损失。生年化权坐宫逢自化的状况如下：本宫坐生年权又逢自化禄，化权之力泄到对宫，主能力强，出外有人助，若不出外，乃无力发展之象。
本宫作生年权，又逢自化权。同类自化不及，乃不知珍惜本身之才华、能力，因自视过高而误了自己的前途。本宫作生年权，又逢自化科，本身有才华且有人提拔，而能力才能可以发挥。本宫作生年权，又逢自化忌，有权星本属吉利，由于忌星之相克而变成凶相，蛮横霸道，占人便宜，不可理喻。生年化科做宫逢自化的状况如下：本宫做生年科，又逢自化禄，主有贵人印，但观念上好像是人家应该给的，乃理所当然，而无感激之心。本宫做生年科，又逢自化权，权主龙显，科主贵，故较易龙显、贵显。化权主能力、才华，而不主财物。本宫做生年科，又逢自化科，同类抵消，主贵人不明，即本来很容易成功之事，反而变成困难重重。本宫做生年科，又逢自化忌，科星可解忌缓忌，科压制忌的凶相，使之减轻凶兆。生年化忌做宫逢自化的状况如下：本宫做生年忌，又逢自化禄，禄星失去其作用，即贵人帮忙帮不上，有忌做宫，禄来无力，以忌为强。本宫做生年忌，又逢自化权，权星必须要费劲把忌星压制下去，故主多辛劳，又主是非纠缠。本宫做生年忌，又逢自化科，科星之力弱，无力解忌缓忌，忌星做宫，其力较强，主贵人不多，有人相助，亦不接受。本宫做生年忌，又逢自化忌，反复不定，为人个性与作为皆在反复之中，主不领人情，个人好坏吉凶自己承担。而吴明老师很高兴能与大家在这分享与讨论紫微斗数相关话题。紫微斗数命盘做宫自化的状况，我们就先说明到此。如大家对于紫微斗数自化还有相关问题，请留言让吴明老师知道。也请大家动动手按下订阅及小铃铛，点赞并分享此影片，持续关注这个频道，并留言给予吴明老师鼓励与指教。敬请期待下一集的节目，再会。最后，无名的师父说，自化以人而言，指愿不愿意在于自己；自化以事而言，指做事有头无尾；自化以财物而言，指财德中有失。且自化禄之宫要转忌，被此忌所冲之宫为最凶，要多注意。自化忌之宫要看禄在何宫，再以此禄转忌以定吉凶，以明了自化忌之原因何在。如此活用自化禄、自化权、自化科、自化忌的用法及诀窍，定能掌握紫微斗数论命的前因后果。这也是飞星派紫微斗数论命相当重要的方法与诀窍。